我们地球为什么会出现火星人？网络上总是流传，很多宝宝在3岁之前都存有胎内基和前世基。而更神奇的是呢，有的宝宝他竟然说出了他们在进入妈妈肚子之前是在天空之中，他们来自于外星球。而越来越多的调查发现，拥有这样记忆的宝宝还真的不在少数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世界著名的火星男孩事件。1996年1月11日，火星男孩波利斯卡，他出生在乌尔兹镇，妈妈是皮肤病的医生，爸爸是陆军上尉。优越的家庭氛围使得波利斯卡实践造假的可能性会更低。波利斯卡在1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超出凡人的能力，这点有点像轴心时代的释迦牟尼。7岁的时候呢，就学会了人类所有的已知学科。而更加离奇的是，波利斯卡居然对太阳系甚至比一般的天文学家更熟悉。就算是太阳系之外的遥远星团，他也非常的了解。如果没有特殊的经历，一个7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做到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他在7岁的时候就多次提出人类的文明起点是雷姆利亚文明。他还多次提出中国易经的源头河图洛书，还有一些灾难医院等等，这都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。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呢，波利斯卡说他的前世居然是一个火星人。为此他还说出了火星文明的发展史，甚至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。他的父母没有人表示教过他这些，因为这个领域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，而且他们这个家的氛围也没有让他接触到这些知识。2004年，俄罗斯的真理报就率先爆出了火星男孩的神奇经历，这也让公众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字。真理报在俄罗斯属于官方媒体，可信度极高。2007年，美国的一家物理学研究机构，他派出了调查员，不远万里的来到莫斯科进行了现场采访，并且录制了影像资料。就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波利斯卡的影像画面，都是出自于这部视频访谈。访谈中他说到，他的前世生活在火星，他是一个火星人。他还说，火星人的平均身高大约有3米左右，而到了35岁之后就会停止衰老，所以他们的年纪大多数都是在几万岁。他们和地球人类不同，呼吸的不是氧气，而是二氧化碳。地球人类衰老快和呼吸氧气有直接的关系。由于火星人的寿命很长，就连人数也越来越多，最终爆发了超级核战争。波利斯卡还很认真地说道，其实这场战争是存在幕后黑手的，这是一个连火星人都无法发现的未知高等文明。说到这里更让我们产生无限的遐想，他们是操控了这场战争，一部分的火星人被他们控制了，而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对星球破坏非常严重，大气层也因此而消失了，火星逐渐变得干燥而寒冷，气温甚至低到-130多度，太空中的紫外线和辐射再加上超低的气压，导致环境急剧的恶化。幸存的火星人呢，都开始转移到地下生存。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，火星文明开始了重建计划，而波利斯卡经常独自一人驾驶飞船往返于地球和火星之间进行贸易。同时火星文明也制定了木星计划，他们设想把木星改造成一颗小太阳，并利用它释放出来的能量，从而改造火星上面的气候环境。而波利斯卡他肩负着驾驶飞船往木星运送神秘物质来改造木星，但最终呢，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。当霍金知道波利斯卡提出的木星改造计划，曾给出了这样的评语，不管他是否真的来自于火星，他所掌握的知识理论都让人无法理解，至少他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天文学家，他提出的木星太阳化绝对不可能是他胡编乱造出来的。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可以写在评论区里。还是老规矩，喜欢玄学、易经、阴阳五行、天干地支这些传统文化，在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资料和课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